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就让我们将目光从市井转入朝堂，看看在北宋的真宗年间，朝堂之上有什么样的明争暗斗。在剧中所呈现的呢，是清流与后党之争。所谓清流的代表人物、带头大哥，就是柯正、柯相；而后党方面，在朝堂之上的代表人物就是萧青岩。而背后的那自然就是刘皇后。不管是清流还是后党，这些人物在历史上都是有历史原型的。那么他们的历史原型又是谁呢？另外还有那位似乎居于两派之间的高官察使，以及皇城司的司工雷敬。这些人在历史上其实都是有历史原型的。那么他们的历史原型又都是谁呢？另外，剧中提到的那张神秘的夜宴图，是否就是暗指另外一幅我们熟悉的那张同样神秘的韩熙载夜宴图呢？希望这些问题在各位看完今天的节目以后，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有清流，自然就会有浊流，而剧中的浊流指的就是后党。所谓的清流，就是那些恪守着儒家道德规范的那些官员。当时很多人，自然包括他们自己，都认为他们处在一个正的立场上，而与他们站对台的，那自然就是浊流，也就是剧中的后党。但古人云：清浊易变，正邪难分。清的未必就是正的，邪的未必就是浊的。有时候又是清中有浊，浊中藏清，清浊难分。所以这场表面上看起来的正邪之争、黑白之争，不过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种通常意义上的党争。而党争一般来说是正邪难分的，正中有邪，邪中有正。这场在宋真宗年间发生的党争，也是开创了北宋年间的党争之始，在历史上称为天禧党争。说起天禧党争的源头，那还要从澶渊之盟开始说起。当宋真宗知道辽军大举进犯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恐慌。当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想逃，他手下的大臣也非常配合，其中一个大臣就是王新若。王新若说：“陛下，咱们去江西吧，因为他是江西人，江西是他的老家。”另外还有一位大臣也不甘示弱，他叫陈尧叟。陈尧叟是四川人，所以他说：“陛下，咱们去四川吧。”幸亏当时朝堂之上没有火星人，要不然的话，那个时候北宋就开始星际争霸了。当时只有宰相寇准是坚持要求宋真宗御驾亲征，不要跑，要迎上去。最后是寇准力排众议，最后是宋真宗御驾亲征，最后是与辽国达成了澶渊之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了100年的和平。也就是从那时起，王新若和寇准的梁子算是结下了。澶渊之盟以后，宰相寇准的声望达到了顶点，而曾经被他在朝堂上痛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则变得有点灰头土脸的，在寇准面前再也抬不起头。其实说老实讲，王新若并不是那么贪生怕死。在澶渊之盟未订立之前，宋军还在与辽军对峙的时候，宋真宗派遣王钦若去镇守大名府，而辽军也攻到了大名。当时王钦若在城中分派兵力防守四门，自己也承担了防守南门的重任。当时有的将领就说：“您是一位文官，没必要真的带兵去驻守城门。”但王钦若还是真的去了。辽军看大名府防守严密，后来没有打就撤军了。王钦若还突发奇想，让宋军随后追杀。虽然说后来是中了辽军的埋伏，吃了败仗，但从这些举动可以看出来，王钦若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有一天，和往常一样，散朝以后，宋真宗用他那种爱慕、恋恋不舍的表情注视着宰相寇准高大的背影。
历史上，汉文帝也曾经用同样的眼神注视过他的丞相周勃。事实证明，这种眼神应该是一种后力无穷的激光武器，是杀伤性很大的。正在宋真宗看得发呆的时候，旁边的王钦若说话了，说：“陛下，您如此尊敬寇丞相，是不是就是因为澶渊之盟他的功劳最大呀？”宋真宗说：“没错啊，他的功劳确实很大。”王钦若又说：“陛下，难道您不觉得澶渊之盟实际上是一个城下之盟吗？古时春秋小国都知道，人家兵临城下签订的盟约是种羞耻，像我们这样的天朝大国，怎么还能以此为荣呢？”王钦若接着说：“陛下不知道您有没有参与过赌博？”宋真宗说：“有，我也不告诉你，万一你是警察呢？”王钦若又说：“陛下，如果您赌过的话，应该知道，赌徒输急了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压在上面，这叫孤注一掷。这次与辽交锋，寇准就是在孤注一掷，而陛下您就是他最后的赌本，他是把您舍出去了。”宋真宗似乎是猛然醒悟，说：“我说怎么澶渊之盟签订以后，我好像也高兴不起来呢？原来是因为寇丞相把我给压上去了。”说到这儿，宋真宗是又伤心又气愤。王钦若接着说：“陛下，人傻不能复生，您千万不要过于难过，这一切都是寇准忽悠的你，是他的错，他应该受到责罚，而不是得到嘉奖。”王钦若的这些话，宋真宗还真的是听进去了。从那以后，对寇准的态度就变得冷淡起来。再后来没过多久，就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让他做了一个知州。但是宋真宗依然非常感谢寇准所做的贡献。寇准的官职虽然降低了，但俸禄依然是提高了。寇准走了以后，王钦若并没有如愿坐上宰相之位，顶替寇准的竟是王旦。在剧中清流的领军人物柯正、柯相，剧中说他曾经做过宰相，而且后来又被罢相后担任了知州，但依然在朝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历史原型无疑就是当时的宰相寇准。柯对寇，正对准，而历史上的王钦若在剧中的呈现就是萧钦言。或许萧钦言身上还有另外一名大奸臣丁谓的影子，因为萧钦言还有一个儿子叫萧伟，而剧中经常提到的刘皇后，自然指的就是宋真宗的第3任皇后刘娥。王旦执掌相印10几年，后来在他病重之时，向宋真宗推荐的丞相人选还是寇准。但宋真宗并没有马上召回寇准，而基本上也是在同一时间，他提拔了王钦若担任了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所以王钦若这时候终于成了宰相。王旦在位的时候，王钦若是没有出头之日的。所以王钦若当了宰相以后，曾经抱怨说王旦耽误了他10几年，让他晚当了10几年的丞相。也可能是得到相位之前憋得太久，王钦若做了副宰相以后，马上的就膨胀起来了。本来应该皇帝签署的文件，他自己就越俎代庖了，最后惹得宋真宗生了气，就把他贬到了地方。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宋真宗收到了一份来自于寇准的奏折，一份奇怪的奏折。清流的领袖，一向对宋真宗装神弄鬼那一套不以为然的寇准，竟然向宋真宗呈送了一份天书。大家知道，宋真宗在赶走了寇准以后，在王钦若的鼓动之下，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造神运动。这个造神运动的主要手段就是天书。第一份天书是宋真宗在他的宫城的承天门收到的，又被称为承天门天书。因为天书挂在了高处，所以当时是有2个太监搬着梯子爬上去把天书拿下来的。当时的这个2个太监之一，有一个叫周怀正的。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剧中黄承思的正室雷静的历史原型。不过呢，这只能是可能性之一。雷静的另外一个历史原型是雷允公，这就要看剧情的发展，雷静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了。如果他站在柯正的这一边的话，那他的原型就应该是周怀正；如果他站到了萧相的一边，那么他的原型就是雷允公。周怀正与雷允公都曾经做过黄承思的正室。再后来，宋真宗又陆续收到了几份天书，有的是在内宫中发现的，有的是在他封禅的路上发现的。估计是因为收到的天书太多了，所以假的也就变成真的了。宋真宗极度缺乏的自信心，这时候开始变得爆棚起来。所以呢，他就去封禅，他是想告诉上天，你们在天书中对我的那些表扬都是真的。当时的北宋呈现出来的局面就是全国上下都陪着宋真宗一个人在这儿瞎折腾。可是因为折腾的时间长了，假的真的就变成真的了，天书也就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真实的存在。没有人再敢说天书是假的，至少你不敢公开的说。寇准这时候已经不在相位，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寇准对天书之类的事情一直的态度都是呵呵。不过这毕竟是当时的大环境，所以寇准也不敢直言反对。不反对倒也罢了，但这次为什么寇准会自发的上书说在他的治下也发现了天书呢？这是不是公开的邀宠呢？是不是寇准在地方待的时间长了，想念他的相位了，所以这次只好屈尊屈就呢？关于这一点呢，史学界一般的有两种看法。一种呢是说敬献天书是当时的地方行政长官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大环境，所以如果当地出现了什么祥瑞，发现了什么天书的话，地方行政长官必须如实上报。所以不管寇准愿不愿意，他都要上这幅奏折。而且这个所谓天书又不是寇准发现的，是一个叫朱能的巡检发现的。所以寇准不过就是如实上报，并不掺杂自己的态度和判断。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说寇准此举确实有献媚邀功之嫌。毕竟寇准是那样一个曾经在丞相高位的人，他的大局观与地方长官是截然不同的。他曾经在那个位置上，而现在到了地方，那个位置是不适合他的，所以他还想重新回到那个高处。毕竟寇准是一个有治国理想和愿望的人，这是他的信仰。为了他的这个崇高的信仰，牺牲一点小节，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说这个天书并不是他发现的，是朱能发现的，但朱能是什么人，精明的寇准应该知道。朱能是周怀正的人，而周怀正又是寇准的好朋友。周怀正虽然是个宦官，但是呢，他喜欢结交清流人士，特别与寇准两个人特别的说得来。两个人经常的在一起饮酒，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也是惊人的一致。寇准既然知道朱能是周怀正的人，那么他也应该能够想到，这份天书就是在周怀正的授意下，朱能主动的发现的。而这样做的目的，可能就是想要帮助寇准重新上位。而寇准所要做的，不过就是顺水推舟，这样既不会违背自己的清流之名，又可以争取一个让自己重新理政的机会。宋真宗接受了这份天书，也接受了寇准递过来的这份善意。没过多久，就重新任命寇准为东京留守。寇准就这样重新回到了权力核心。再后来，寇准又出任了枢密使，枢密使也可以称为相，所以这时候寇准又成了寇相。终于在寇准出任同平章事，正式登上了相位。这一年正好是天禧3年，
公元1019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在京城中流传出了女主娼这句谶语。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和剧中说的不大一样。剧中说的呢，天禧3年的时候，寇准已经不在相位了。实际上呢，寇准这时候就在京城做他的宰相。或者至少说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京城做宰相，因为没过多久他又被罢免了。在剧中还提到了那个著名的冒妖案，这起案件确实是在北宋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起案件。历史上的冒妖案更像是一次灵异事件，或者说是 UFO 邂逅案，不像剧中表现的那样像是一场武林大会，就是一些善轻功的武林人士穿着黑斗篷在房檐上飞来飞去。我有一期节目专门记载了史书上记载的真实的冒妖案，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找来看看。在历史上，冒妖案是发生在天禧2年。冒妖案以后，宋真宗迫于舆论的压力，立了赵祯为太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所以天禧3年的时候，赵祯已经是太子了。宋真宗这时候身体非常的不好，关于他的病，我在以前的视频节目中也有介绍，就是关于宋朝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宋真宗身体不好，又听到了这样的谶语，所以内心非常担心他的皇后刘娥会夺了他们赵家的天下。这时候身边的太监周怀正就向他进言说，您应该找宰相寇准商量一下。于是宋真宗就让寇准进宫，寇准就向宋真宗进言说为今之计只能是令太子监国，而且像丁谓、钱维演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奸佞之人，不可以辅佐少主，应该把他们都罢免。不能不说，寇准之所以这样进言是有私心的。当时的情况是刘娥大权在握，他手下也有一干人马，包括尚在地方的王新若，以及这时候已经脱离寇准清流集团的丁谓，还有钱维演以及曹利用。丁谓以前是寇准的副手，也是寇准的门生，一直是追随着寇准。后来呢，因为在宴席之上为寇准溜须，被寇准当众嘲讽，丁谓从此就开始慢慢的黑化，最后加入了刘娥的阵营，与寇准作对。丁谓这个人是非常的有能力的，在当时他被称为当世的巨儒，也曾经是一位标准的清流人士。而曹利用呢，曹利用就是那位被派去辽军大营谈判的宋国使者。在他离开宋营之前，寇准对他说，咱们最多每年给辽人30万岁银，谈不成你就别回来了，回来我也要杀了你。曹利用那时候只是一个小官，面对丞相他是敢怒不敢言，但现在曹利用已经成熟了，他曾经做过枢密使，已经是和寇准并驾齐驱的官员了，但在寇准眼里，对他依然是像以前那样轻视，这也是曹利用这样的一个有用之才离开寇准的原因。所以如果宋真宗死后刘娥继续掌权的话，那在这权力场中肯定就没有寇准什么事儿了。所以寇准这时候的建议是有私心的，他更多的还是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而至于在刘娥辅政期间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利于国家，这一点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至少寇准觉得刘娥的手下都是一些奸佞之人，至少他觉得他会比刘娥做得好。宋真宗当时是答应了寇准，决定按寇准说的办。随后呢，寇准就让他的下面的一个官员叫杨毅的去草拟圣旨，准备第2天就颁布实行。但没想到事情居然泄露了，不知道是出在了杨毅身上，还是寇准本人身上。因为他们得到消息以后，马上告诉了宫中的刘娥，刘娥马上就去质问宋真宗。而这时候宋真宗的表现和当年唐朝唐高宗李治的表现一模一样。他说，这件事情我不记得和寇准商量过呀。所以等到第2天寇准上朝准备请旨施行的时候，发现画风大变，夺回了话语权的刘娥就罢免了寇准的宰相之位。
宋真宗呢还算是不错，大概也是心中有愧，所以呢就封寇准为来国公，算是虽然职位降低了，但是待遇提高了。寇准就这样再一次的离开了权力中心。但这还没有完，寇准的好朋友周怀正这时候又开始行动了。周怀正一向与刘娥不睦，而且他后来又专门负责伺候太子，与太子赵祯的关系自然是非常好。看到刘娥掌权，寇准又被罢相之后，周怀正担心自己的生命会受到威胁。宋朝的时候是不杀士大夫的，不杀读书人，不是说不杀太监。所以周怀正决定先下手为强，他想发动一场宫廷政变，囚禁刘娥，杀死丁谓、钱维演、曹利用等人，然后立宋真宗为太上皇，让太子赵祯继位。这一切都是周怀正的如意算盘。但周怀正可能忘记了一点，就是发动政变那可是一项技术活，不是谁都能干的。周怀正当时找了宫中的侍卫杨氏三兄弟商量政变的具体步骤。这杨氏三兄弟说起来还真够朋友，前脚听完丁谓的计划以后，后脚就向刘娥做了全面的汇报。刘娥马上行动，让曹利用带兵抓住了周怀正，并将其处死。就这样将这场未遂的宫廷政变扼杀在了周怀正的狂想里。这还没有完，刚才我们提到的周怀正的那位朋友，那位进献天书的朱能，这时候呢在地方带兵。周怀正倒了以后，朱能担心早晚会株连到自己，所以他干脆就起兵造反了。这次是真的造反了，而这场造反也是很快的就被平息了。朱能也是没搞清楚，造反同样也是一件技术活，干得好登堂入室可以做皇帝，干得不好那就是自杀。最后朱能自杀了。刘娥将周怀正、朱能的罪行都迁怒于寇准，于是寇准的官职就被一贬再贬，他的来国公也被取消了，官职最后贬到了雷州，做了一个不起眼的司马。司马这个官职非常的低，基本上就是专门为朝中的贬官量身定做的。从那以后，寇准就再也没有回到朝堂之中，回到权力的核心，最后病逝于雷州。和寇准同时被贬的还有一些当时的清流人士，比如说曾经担任御史中丞的周启，我猜想这可能是剧中齐穆的历史原型。历史上的周启并不是像剧中齐穆那样是一个阴谋家，他是寇准的忠实的追随者，后来也同寇准一起被贬。同时被贬的还有一位将军，就是曹伟。曹伟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第4个儿子。曹彬临死的时候向宋太宗推荐他的2个儿子，说他们都可以带兵打仗，其中将来最有前途的应该就是他的这位4子曹伟。剧中的高观察使很像是历史上的曹伟，因为剧中也提到高家在宫中有人，说高观察使的女儿高慧的姑姑是在宫中做贵妃的。宋真宗的后宫中确实有一位曹姓的妃嫔，她当时的职位是婕妤，后来又被封为了充元。这位曹姓婕妤确实是曹彬的女儿，曹伟的姐姐或者妹妹。我们以前讲过，《清平乐》中的宋仁宗的皇后曹皇后，就是这位曹婕妤的侄女。在剧中，高观察使肯定不是萧相那一派的，更加倾向于柯相。在历史上，曹伟也是寇准的支持者。在历史上，曹伟可以说是被宋真宗耽误的一代名将。当年西夏之主李继迁去世，而且呢，他们在与吐蕃的作战中又接连失利。曹伟认为这是一个平定西夏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所以他就向宋真宗建议带兵征讨西夏，但宋真宗否决了他的提议。后世的很多史学家都认为，如果那时候宋真宗同意曹伟的建议出兵西夏的话，那西夏日后也就不会成为宋朝的心腹大患。
宋朝也就不会因为失去了河西走廊这个养马的天然基地，而在日后与辽与金的作战中处处居于下风了。而如果曹伟能够在那个时期带兵征服西夏的话，那无疑他将成为一个留名青史的一代名将。在整个这起政治角逐的过程中，刘娥无疑是最终的胜利者。后来宋真宗病逝，宋仁宗赵祯继位，刘娥垂帘听政，丁谓也如愿以偿地做到了宰相。但几个月以后，刘娥就罢免了丁谓，也将丁谓贬到了寇准去的雷州。据说寇准还送了一只蒸羊给丁谓，丁谓可能觉得这是寇准为他递出的一个信号，想与他冰释前嫌，所以丁谓呢就想要与寇准一见，但寇准拒绝了。丁谓恐怕到最后也没有真正了解他的这位曾经的长官，像寇准这样高傲的人是绝对不会与他和好的。不过寇准也算是够朋友，他锁上了自家的宅门，阻止了自己的家人奴仆去向丁谓讨一个说法的行动。丁谓最终也没有再回到朝堂之上，那个以前被贬的王钦若到了仁宗朝时期却又回到了朝堂之上，重新担任了宰相之职。这时候的王钦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脖子上长了一个肉瘤，所以呢又被人称为影相，影就是肉瘤的意思，这实际上是一个贬称。仁宗皇帝比他的父亲宋真宗要宽厚仁慈得多，所以他对王钦若的评价也是非常的中肯。他在考察了王钦若的所作所为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说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在历史上最终落在柯相手里的能够证明皇后不贞的夜宴图并不存在，或许存在过，但在整个的这场政治角逐中根本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根本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因为所谓的皇后不贞根本就不是流言。剧中提到的夜宴图总是让人想起那幅历史上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那么这二者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吗？从时间上来说，应该是毫无关系。历史上的韩熙载夜宴图是创作于5代时期，是由当时的南唐后主李煜命令自己的御用画师代赵顾闳中去韩熙载的府中赴夜宴，记录下夜宴的过程和具体的细节。所以这幅画是创作于5代时期，而那时候刘娥还没有出生呢。南唐的画家顾闳中凭借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和观察能力，在参加完夜宴回家以后，创作了这幅夜宴图。这幅画有5幅，画的是5个场景。南唐后主李煜之所以让顾闳中去画这幅画，是因为他当时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拜韩熙载为相。他想知道韩熙载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顾闳中的这幅画让李煜看到了韩熙载那种骄奢淫欲的生活，那种不拘小节的放肆，让他觉得韩熙载不过是一个贪图享乐之人，并不是丞相的最佳人选，所以他就改了主意。而韩熙载呢，似乎早已明白了李煜的用心，所以他在整个宴会过程中故意的配合，他并不想当南唐的宰相。因为他曾经说过，北方中原现在日益强大，一旦他们有一位强主出世的话，那么一定会征讨南唐，南唐国力疲弱，不足以为敌，所以必将覆灭。他不想当这样一个尴尬的宰相，所以他就故意装的自己是放浪形骸。他身后的床铺都没有整理，被子就这样散乱在床上，这完全不符合当时士大夫的生活礼仪。而那个散乱打开的被子里面似乎还躺着一个女人，因为床上还有着一只琵琶，似乎预示着那个女人也是一名歌姬。虽然整晚韩熙载都是在那里玩乐，要么聊天，要么喝酒，要么听琴，他应该是非常的开心，但是从这幅画中的韩熙载的眼中，我们却看不出他的欢乐。
甚至我们还能够读出韩熙载作为一名士大夫，作为一名贵族，在面对国之将亡，自己又无能为力情况下眼中的那份悲凉。我想唯一能将剧中的夜宴图与韩熙载夜宴图相联系的，可能这2幅图中都有歌姬的形象。而刘娥以前确实从事过类似于歌姬的工作。刘娥虽然没有宋引章那样的音乐天赋，张好好那样天生的婉转的歌喉，但刘娥也不差。人家不是玩弦乐的，人家是玩打击乐的，打的是真正的拨浪鼓。浊流的刘娥最终是战胜了清流的寇准，但胜利者刘娥并没有像寇准说的那样会是一个奸邪，会妖女获正。刘娥接手的是宋真宗留下的被他东风西祀折腾得满目疮痍的江山。而经过几年的治理，刘娥将一个更加好的宋朝不沾血腥地交到了仁宗手里。那么他是浊还是清呢？寇准肯定不是浊，他在澶渊之盟过程中的坚定执着勇敢，对大宋朝来说可以说是有再造之恩，不然的话南宋就会提前出现了。但寇准并不像范仲淹那样是一位完人，是一位儒者的典范，他属于那种优点特别突出，缺点又是一大把的人。在宋朝历史中的各个名相中，他是独树一帜的。正因为他有那样的优点，也正因为他有那么多的毛病，所以他才会在澶渊之盟中奋力一呼。而这一点是宋朝历史上所有贤相都无法做到的。其实我觉得不管刘娥也好，寇准也好，判断他们的清与浊应该离开他们各自的立场，而站到一个更广阔的立场上去分辨。就像王阳明在诗中提到的那样，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浊清。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